地球曾经顶过一圈土星环，这可不是猜想，是2024年澳大利亚科学家从5亿年前的石头里硬生生挖出来的证据。而这圈环很可能杀死了当时地球上85%的海洋生物。先别急着关掉，今天这个故事比任何科幻大片都离谱。先带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5亿年前，如果你站在地球上仰望天空，你会看到什么？不是蓝天白云，是一条巨大的灰白色弧线，从地平线这头一路延伸到地平线那头，永远挂在那儿。白天能看见，晚上更明显，比月亮还亮。它不是冰，是岩石，因为地球离太阳太近，冰根本撑不住。中纬度地区的生物，那个年代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黑夜是什么感觉，因为这圈环散射阳光的能力强到把月亮彻底比下去了。这不是在讲外星球，这是地球。好，有没有证据？有，而且铁证如山。地质学家发现，在大约4亿6600万年前，也就是奥陶纪，全球各地的岩层里同时出现了一个异常，某些和陨石强烈相关的化学元素含量突然飙升了100到1000倍，这说明那段时间地球被大量陨石狂轰滥炸过。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有个解释，说是小行星带里某颗大天体碎了，碎片飞进内太阳系，砸上了地球。听起来说得通，大家也就信了很久。直到2024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安迪·汤姆金斯把这件事翻了个底朝天。汤姆金斯做了一件听起来繁琐，但结论令人窒息的事。他的团队挑出21个来自那个年代的陨石坑，利用板块构造重建模型，一一还原了他们在4亿6600万年前的位置。要知道，那时候的大陆和今天的样子完全不同，板块这几亿年来漂移了不知道多远，把每个坑当时的真实坐标算出来是个极其精细的工程。然后他们把21个点标在地图上，愣住了。21个撞击点全部落在当时赤道南北各30度以内，全部一个没跑出去。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真是小行星带的碎片随机乱飞，它们应该均匀撒在地球各个角落才对，高纬度低纬度都应该有。但现在所有陨石坑都挤在了热带，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专门把它们引导过去的一样。汤姆金斯团队算了一下这件事的概率，2500万分之一。注意，你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是14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是随机巧合的可能性比中彩票还低。这不是巧合，必须有原因。那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也许不是真的只砸在热带，只是热带的地质条件好，坑保留下来了，别的地方的坑消失了而已。这个解释叫保存偏差。听起来也有道理，但如果真的是小行星带的碎片在内，太阳系漫天飞舞，火星和月球怎么可能没事儿？火星离小行星带比地球更近，受到的冲击理论上更猛。月球没有大气层，表面就是一部完整的宇宙轰炸历史档案，什么都抹不掉。2022年，研究者专门检查了火星上49个大型陨石坑，地球上45个，月球上91个，专门找那个时间段的撞击高峰。结果，地球有，火星没有，月球也没有，这就完全说不通了。汤姆金斯给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解释，那颗小行星根本没有在小行星带碎掉，它是飞进地球的时候被地球引力撕碎的。碎片没有散落到整个内太阳系，而是被地球引力捕获，留在地球轨道上，形成了一圈行星环。这就是为什么火星和月球没有，因为那些碎片从一开始就没离开过地球。但等等，地球引力怎么能把一颗完整的小行星撕碎？这里要说一个概念，叫洛希极限。当一个天体靠近行星时，它面向行星的那一面受到的引力比背向那一面更大。这种引力差叫潮汐力，月亮拉着海水潮涨潮落，用的就是这个原理。大多数时候，天体自身的内聚力足以抵抗潮汐力，没什么问题。但如果靠得太近，潮汐力会越来越大，超过天体自身的内聚力，直接把它扯开。这个临界距离就是洛希极限。对地球来说，这个距离大约在地表以上3000到16000公里之间，取决于那个天体是硬岩石还是松散碎石堆。所以，一颗飞进地球的小行星完全可能就在越过这道线的瞬间被扯成一地碎片，然后这些碎片来不及逃跑，被地球引力留住了。
刚开始乱得很，各走各的椭圆轨道，有高有低，有斜有正。但时间一长，碎片之间会互相碰撞，每次碰撞都在消耗能量。慢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轨道会被磨圆，磨圆之后，碎片们还会往赤道面靠拢。因为地球赤道有个鼓包，赤道直径比两极直径大了大约43公里，这个不对称的引力场会把倾斜飞行的碎片一点一点拉平，就像一个歪着旋转的陀螺，最终稳定到垂直方向。这样一圈平铺在赤道面上的行星环就成型了。这不是拍脑袋，太阳系里已经有先例了。2017年，研究者预测火星的卫星火卫一大约再过7000万年就会越过洛希极限，被火星引力撕碎，变成一圈火星环。等环里大部分碎片落回火星表面之后，剩余的物质会重新聚集，变成一颗新的小卫星，然后这颗小卫星继续靠近，再次被撕，再次成环，再次聚合。研究者估计，这个循环在火星历史上已经上演了3到7次。我们的月球很可能也是这么来的。大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和早期地球猛烈相撞，溅射出的碎片进入地球轨道，先形成环，再慢慢聚合，变成了月球。月球是地球历史上一次巨大的行星环事件的产物。好，行星环的来历讲清楚了，那它存在期间到底做了什么？第一件事，不断往地球热带砸东西，环里的尘埃和碎石会缓慢坠落，落点全部集中在赤道附近，因为环就悬在赤道上方。这和那21个陨石坑全部堆在热带的现象完美吻合。第二件事，改变了气候，出手极狠。汤姆金斯认为，这圈环极有可能是4亿6300万年前到4亿4400万年前那场著名的赫南特冰室的幕后黑手。那段时间，地球气温突然暴跌了8到10摄氏度。注意，那个年代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其实很高，地球本应温暖，但行星环遮挡了一部分阳光，硬生生把气温压了下去，把整个地球推进了冰箱。而这场冰期直接引爆了奥陶纪末大灭绝。奥陶纪末大灭绝是地球历史上5次大灭绝之一。那时候陆地还是荒地，所有生命都在海里，而海洋里85%的物种就在这场寒潮里消失了。角石、三叶虫、万足动物，各种只能从化石里见到的奇怪生命几乎被一锅端。重复一遍，85%。一圈行星环杀死了85%的海洋生物。那这圈环后来呢？消失了，但消失得很慢，慢到花了大约4000万年。凡是轨道高度低于地球同步轨道的物体，运行速度都比地球自转快。每转一圈，碎片都会把一点自己的轨道能量传给地球，地球的自转又会反过来像刹车一样制动碎片，轨道越来越低，最终钻进大气层，烧成流星或者直接砸在地上。同时，高层大气在磨，月球引力在搅，太阳风在消，4个力量联手，把这圈行星环慢慢蚕食干净。地质记录里那个陨石元素的异常高峰，也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戛然而止。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今天地球还有这圈环，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坦白说，麻烦大了，飞机倒是还好，商业客机高度够不着环，不用直接穿过去。但赤道附近的航线需要实时监测有没有碎石冲下来，飞行员得学会一门新技能，躲流星，卫星就惨了。近地轨道上，卫星的飞行速度高达每小时28000公里，在这个速度下，一粒沙子就能打穿外壳。如果地球有环，卫星发射必须精确找空隙钻进去，或者给卫星加厚装甲，重量暴增，成本飙升，故障率跟着上去。没有稳定的 GPS， 没有通信卫星，没有气象卫星，我们现代文明的整个基础设施将陷入持续的不确定性。气候上，这圈环会遮住赤道的阳光，随着地球公转，阴影在南北热带之间来回移动，让两边的冬天都更冷。气温只要下降1-2度，就足以打乱季风，影响农业，无数生态系统持续承压，天上偶尔还会掉下来更大的石头。一块50米直径的足够抹掉一座城市，一块1公里直径的可以引发全球性灾难，住在哪儿都不算安全。还有更有意思的，
这圈环会让整个天文学几乎瘫痪，环里的尘埃干扰无线电信号，射电天文台在赤道附近基本废掉。环散射的光让夜空变亮，那些本来就很暗淡的星云和遥远星系更难从这片光污染里辨认出来，天空变壮观了，宇宙却看不清了。说到最后，汤姆金斯留了一句话，我觉得最值得记住。他说，这不是地球第一次有环，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月球是第一次，45亿年前，奥陶纪那次是第二次，4亿6600万年前。而未来某一天，当一颗倒霉的小天体飞得离地球太近，越过那道看不见的引力红线，被潮汐力扯成碎片，第3次也许就来了。到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类仰望天空，看着那圈灰白色的弧线，茫然地问一句，这是哪个星球？而我们今天靠着几块5亿年前的石头，一张化学元素的异常曲线，一套板块重建模型，就把这件事从5亿年前的黑暗里挖出来了。那圈环已经消失了，但它砸下来的坑还在。